夫君征战归来，带回一个貌美穿越女。那女子在我夫君江凌寒怀里嘲讽，我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当晚我被婆母下药捉奸在床，活活打死。江府对外宣称我是娼妇道失手破席子卷了，扔在荒山喂野狗，转头就把那一女风风光光迎进门，成了将军夫人。他们烧死为我讨公道的爹娘，占我家产升官进爵，好不得意。重活一世，我要这一屋子恶人不得好死。哎呦，你想烫死我吗？随着一声怒骂，锦瑶明桂茶盏直直扔到我面前，滚烫的茶水落在我衣襟和脸颊上，随着一阵剧痛，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重生在夫君江明寒凯旋归来1个月前，此时婆母又如往常一样给我立规矩，上不得台面的货色，茶都沏不好。星号的商贾之女怎么配得上我家孩？她穿红戴绿满头珠钗，遍布褶子的脸上涂着厚重的脂粉，肥肉乱颤的指着我，咒骂着，看起来没有半分慈祥，全是贪婪算计。四周的仆人们似乎对老夫人搓磨我早已习以为常，该干嘛干嘛，多一个眼神都没有看过来。我还在为自己重生而震惊不已，因此并没有和往常一样立刻低头认错。这一下子让做惯了老太君的柳氏十分不快，死丫头敢无视我，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就来气。柳氏越说越气，顶着一身肥肉冲上来就要打我。仆人们默契的撇过了头，装作无事发生。哎呦，谁也没想到，下一刻他整个人就飞了出去，轰隆一声砸在了床榻的汤锅上。他原本在床上被我伺候着悠哉吃煮肉，但是他儿子托人孝敬他新鲜玩意，叫什么？火锅炙热的铜锅打翻滚烫的汤，水浇了柳石，一脸一身爱呀，烫死我啦，烫死我啦！柳氏肥硕的身体翻滚着嚎叫着，众人瞪大双眼，看我一脚就踹飞了浑身是肉的婆母，还没反应过来，又见我将他狠狠踩在脚下，皆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可不就是鬼吗？我是被江家害死，从地狱爬回来复仇的厉鬼王月如，你这个小长蹄子有时又疼又恼，不敢置信，向来柔弱的我居然会反抗他，更不敢相信我居然一脚把他踢飞了。哎呦，反了天了，我非得让我回来扒了你的皮。来人啊，把这个星号乱棍打死。他满脸横肉，恼羞成怒的尖叫着，毫无形象可言。周围的仆人似才惊恐的反应过来，夫人，这是一下犯上打了自己的婆母管家是江家的老人，立马使了个眼色，让家丁们提棍棒护老夫人。下人犹豫不决，老夫人是主子，我也是主子。虽说我在这府里不受宠，但毕竟是当家主母下人，背地里偷偷说闲话是一回事，真一下犯上，可是要送到官府吃官司坐牢的。将军快回来了，就下老夫人是大功一件，将军一定重重有赏。管家看大家不动，大喊了起来，然后带头冲了上来。几个促使婆子和家丁一看，老管家都亲自动手了，也争先恐后上来请我，想着功劳不能又让那黑心管家一个人抢了。回头他吃香喝辣，旁人连个汤渣子都捞不上，我看谁敢。我冷冷呵斥一声，加重了脚上的力度，随着一声惨叫，老太婆扑哧吐出一口血来，脑袋一歪昏了过去。想要赏金，先看看你家将军究竟有几个闲钱，再看看各自有没有命码。我语气平静，居高临下的姿态如同阎罗，周围噤若寒蝉，若真可闻下，人们似乎这才想起来，江凌寒不过是个五品末将，俸禄微薄，都不够那老太婆吃涮肉的。别看柳氏拿乔婆母架子，作威作福，花的可全是我的钱，整个江府也都是靠我们王家供养着，下人们的月银每一文都是我开的。我若收紧了手里的钱袋子，大家都别活，叫我一句衣食父母不过分，更何况我才柳氏这一脚，颇有林黛玉倒拔垂杨柳之势。狐狸们眼睁睁看着那肥硕老太太的胸腔凹陷了一块进去，纷纷吓出一身冷汗，谁还敢上前小姐好样的。丫鬟翠萍没忍住喝了彩。翠萍是我的陪嫁丫头，心性聪明，忠心耿耿，上一世却是跟着我被婆母和管家压迫的，无法抬头，最后更是被江家人，我不再以偷盗之名卖到了月春楼，等我找去时，已经一根白绫吊死在了房梁上。如今看我雄起，他眼眸微闪，我给他一个放心吧。看我的表情，我将柳氏一脚踢开坐，在金丝楠木太师椅上命人上茶管家正大磨磨唧唧半天不情，不愿让人端来了茶水，只一口味色汤浑满是干子不见新叶，连仆人漱口的水都不如他50来岁，保养的倒是好，眉鼠眼的看着我，似乎是在偷偷观察我的反应。眼前这个管家正是上一世婆母捉奸时代的星号，就是他趁着我要进没过去，无力反抗，将我五花大绑夺我的嘴，让我无法申冤，被扣上女人苟合的污名，活活打死我。看着他身上的绫罗绸缎，又看了看自己的素衣，笑了，这年头仆人都敢穿得比主子好了，看来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反手就将滚烫的茶水全泼在郑大脸上。大胆奴才，我从江南购买的春钱盏价值千金，你都敢贪污，拿着破烂树叶子糊弄我。管家眉头一皱，立刻高呼在，春钱盏都是专供老夫人享用的，你血口喷人，
污蔑我来人啊，把夫人给我捆到柴房反省去。他虽是家奴，在江府已经20余年了，是老夫人身边的老红人，连江凌寒都对他敬重有加老多。东西平时作威作福，惯了一副他才是江家主子的姿态。小姐，您可不能被这奴才欺负了。屈翠萍一脸担忧的看着我，生怕我败下阵来。管家则轻蔑的瞥着我，丝毫不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我知道每次柳氏端婆婆家子变着法子折磨我，都少不了她在后面出主意，煽风点火。我嘴角微翘，你以为我会和你逞口舌之快吗？那你就错了。啪啪不等郑大开口，我扬手就是狠狠2个耳光，耳光声大的，整个中堂都回荡着余音，我手都打麻了。管家的脸鲜红厚肿，整个人都愣住了。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瞬间气得浑身发抖。他拎起一根棍棒，大吼起来，一个满身铜锈的商贾之女而已，敢打将军府的人，反了还不上，打死这个臭娘们！随着他的嘶吼，手下的小厮们也回过神来，意识到我居然把这个在江家待了20多年的老红人脸扇了。众人看着这个平时苛待他们的老东西挨了揍，居然带着暗暗的痛快。如今的我疯魔起来，婆母都踹打一个管家算什么上啊？你们这群星号还愣着干什么？郑大气急败坏的喊着，打死他出了事。我担着几个小厮，迫于老东西的星号，畏畏缩缩的举起棍棒，你看我看你们一个上前的，眼看没人动手，正大气的破口大骂，伸手就要去掐我的脖子，我岂会给他这个机会？我身形一闪，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稍微用力一捏，便听到了骨头断裂的声音。老东西惨叫出声，满脸惊恐的看着我，我手断了，我要杀了你这个星号。他怒喊着，杀了谁？我冷笑着把出头上的簪子，杀了你这个，他话还没说完，就见我突然抬手将簪子狠狠插进了他的胸膛，扑哧扑哧3的在心窝进出出一下，连着扎了5、6下，像捅烂猪肉一样。管家高大的身体一瞬间软了下去，血刺了我一脸，我下手利落狠厉，没有一丝犹豫。老东西到死都不可置信的瞪着眼睛，周围的奴仆们生生吓傻了。我不慌不忙将管家拖到柳氏身旁，把尸身扔在晕倒的柳氏身上，然后掏出帕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平静的问，还有谁？江家几十号仆人瑟瑟发抖，跪倒一地。就在这时候，婆母柳氏悠悠转醒，看见身上压着死人，嗷一嗓子惨叫了起来。等看清那死人是跟了他20多年的管家，又是嗷一嗓子，像见过一样，惊恐的脸上的肥肉颤个不停。阿大，你怎么了呀？你别吓我呀！柳氏哭得凄厉，抱着这么大的尸身不撒手，如丧考妣。杀人啦他！一声声惨叫，我一个眼神过去，他吓得生生止住了叫喊，曝光快不快，让官府把这个贱蹄子凌迟处死。有时声音颤抖着对周围的仆人说，不上去，就是几个重重的耳光，伺候老太婆头一歪，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你这个毒妇柳氏的近身婆子扑上来抱住我的腿，威胁道，有本事你把我们这些下人都打死，否则我们就去报官，将军也绝饶不了你。好啊，如你所愿。我冷笑着按住这个婆子的脑袋，往柱子上用力一磕，咚一声闷响先，血溅了一地，跟着柳氏几十年的婆子瞬间就没了动静。父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说怎么回事。我微笑着直视柳氏，打了胆，不存在的灰，丝毫不慌。一下死了2个柳氏，瞬间没了嚣张的气焰，吓得瘫在原地瑟瑟发抖。翠萍，给我换上一壶顶好的新茶。我抿了一口茶，水润嗓子，眼尾还带着一抹没擦干净的猩红血迹。都说是怎么回事，说得好的重重有赏。看柳氏不吭声，我随手撒了一把金瓜子，对夫人说，四周鸦雀无声，奴仆眼睛都冒光了。金子啊，虽说江府吃穿不愁，但老夫人极其吝啬，老管家也对他们动辄打骂克扣，别说一把金瓜子，就是1颗，也够他们干10年8年了。是管家起了色心，要玷污老夫人，更年轻的小厮率先打破沉默，老夫人拼死反抗，失手杀了管家。小厮面色不变，继续说，我满意的点点头。你放柳氏失声尖叫，看到我要杀人的眼神，又生生咽下了后半句。他也是知天命之年，一个寡妇守了儿子20几年，老了，被一把年纪当众泼脏水，羞耻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又打不过我，气得喘个不停，好像随时要上不来气一般，一身的肥膘跟着抖啊抖的，看得我直犯恶心。我微微扬眉下人，居然很快从他房间暗格里搜出了管家的球衣，又在老管家房间搜出一堆鸳鸯红肚兜，那造价不菲的金丝线只有婆母在用，还有2人互通的银诗银句，实在辣眼不堪入目。上一世我这婆母给我下星号吧，我的衣服把我丢在小厮床上，叫了一群人来捉奸，大骂我娼妇星号，喊着要将我光身的游街青猪笼乱棍打死，喂野狗他的好儿子。好夫君江凌寒不分青红皂白，揪着我的头发将我拖到中堂，以偷人的名义活活打死。重生后，我时常在梦中惊醒，看到自己被破席子卷着被野狗撕扯着那个
恐惧和无助如影随形。谁能想到，我这婆母守寡20多年，实则早就和管家私通狗合捉之间的人，自己才是那个星号好啊，瞌睡就有人递枕头，杀人就有人递刀子，真是给我一个好大的惊喜。婆母，你定是被郑大强迫的吧？我似笑非笑盯着柳氏老太婆，面色苍白，摇摇欲坠。她看着姘头的尸体，嘴巴张张合竟，颓然说不出一句话来，承认被玷污反抗，失手杀人。她就是苦主，横竖不过处理了一个奴仆，不承认那就是明晃晃的通奸偷情，不管怎么说都是彻底没了脸面。这件事情会让整个将军府颜面扫地，让江陵韩名声一败涂地。思考再三，柳氏还是决定甩锅给他的老相好，毕竟死人不会辩驳，事实郑大玉对我行不轨，我奋起反抗，杀了他。他干巴巴的声音像锄头挂在瓷器上，说完就瘫软在地，对着地上血淋淋的尸体哇一声吐了起来。来人，老妇人身染恶疾，为防止传染，把她关柴房去。我厌恶的捂着口鼻后退一步，你敢惹，是不可置信的惨叫起来。刚才那个小厮第一个冲了上来，开始托老太婆很豪赏100两银子，我朱唇微起，其他人瞬间反应了过来，争相冲上去，柳氏被人扛起来，他拼命反抗，嚎得像过年待宰的猪。一个常被他折磨的丫鬟用擦地板的破布塞了他的嘴，其他人3下5除2就把老太婆连拖带扛粗暴扔进了柴房。我大手一挥，让翠萍赏了在场所有人白银100两，阅历翻翻，那小厮和几个丫头婆子带头磕头，你叫阿福对吧？从此以后你便是我的管事。我淡淡道，阿福大喜，过望连连磕头。谢夫人。我微微一笑，看着他们道，你们记着，我不是个好人，谁为我办事，我就护着谁，要敢背叛，我就别怪我毒舌心肠。阿福搂着银子扑通跪倒在地，如愿为夫人做牛做马，报答夫人。他的话一出口，其他下人们也纷纷拜道，纷纷表示愿意效忠我。柳氏在柴房里听到下人一口一个夫人叫着，对我众星捧月，毕恭毕敬，整个人都要疯了。王月如，你这星号敢虐待婆母，你就是个不下蛋的鸡，除了几个臭钱，一无所有，一个星号的商人之女，连儿子都生不出来，还敢对我不敬，我要让我儿把你千刀万剐。正值寒冬腊月，老太婆在柴房又哭又叫我笑了。她那便宜儿子新婚当晚故意喝得酩酊大醉，碰都没碰过，第2天就跑了，她心里蛮清。这3点还是日日拿屋后折木虐待我，你会下蛋，谁能比得了你？我一个眼神，翠萍抓起一把鸡翅的麸子就塞到柳氏嘴里，柳氏恶心的哇哇大叫，翠萍一下又一下，动作丝毫不停。阿福在旁边抱来一筐鸡蛋，倒进破草堆里。老夫人都知道您是会下蛋的鸡，您多吃点，吃饱了好好孵蛋。阿福毕恭毕敬地说，翠萍在旁边捂嘴偷笑。对了，婆母一共是30个鸡蛋，弄碎一只，我就让人剁您1根手指头。我冷冷看着柳氏，她满嘴父子，一身污渍，盯着那筐鸡蛋，看我不是开玩笑，整个人又惊又恐。你疯了，你疯了，你怎么敢？她崩溃的哭喊着，婆母哪里的话，我这样的身份能嫁进江家是3生有幸，我定会好好孝敬您的。我笑得开怀。本朝重农抑商，我这婆母向来自诩官宦之家，瞧不起我的出身，说我配不上她的好儿子。可实际上我们王家富甲一方，就是进了京城，朝中也要给我们家几分薄面。当初我去岭南进货，遭遇土匪，江陵寒从天而降，我明明是清白之身，可江慕寒非要骑马带着我去报官。在这衣冠不整的我从街上招摇而过，被人一路看了去，这下子全城都知道我衣着狼狈，被江慕寒从土匪窝里带出来的流言四起。江陵寒以拯救者的姿态满城宣告要对我负责，说要娶我江家以恩人姿态拿巧，我逼我嫁了过来，一家人吃我的喝我的吸我的血，还要日日骂我星号，我死后才知道，当初的劫匪正是江陵寒找来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我家的钱财。这一世我要让他们一无所有，血债血偿。我重金雇了一堆说书的满城宣传柳氏高龄偷人的壮举，说书先生不负众望，把高门里的桃色丑闻渲染得绘声绘色，一连出了10几个不同的版本，最后传成了将军府。老太太为了永葆青春，抓了几百个男丁圈养在府里采阴补阳，被我这个恭顺谦良的儿媳妇发现，差点杀我灭口。坊间大肆传闻，将军府里之前每天都要失踪10个壮男，就是被老夫人床上弄死了。幸亏我这个主母发现了真相，拼死救下那些奴仆，挽救了无数个家庭。身为儿媳，我差点遭受毒手，却还是为了保全将军脸面，忍辱负重，将这个恶毒婆母重金养在府里，满城百姓都在赞叹我是多么深明大义。柳不是在府里，对外界传闻一无所知。她披头散发，面色青紫，唇色乌青，整个人奄奄一息，缩成了一团，对我露出怨毒疯狂的眼神。这3年，她靠吃我的嫁妆喝，或经营商铺的营收穷奢，即使惯了，如今没了仆人伺候，
没了山珍海味金银珠宝，日日被锁在柴房，又冷又饿，奄奄一息。我要让我儿子把你扔进月春楼做星号星号，他是，声音沙哑道，让你这件货被千人骑万人辱，才能解我心头恨。我冷冷一笑，那也得有命回来。我可听说柳氏大金丸怎么了？我不再说话，捂着汤婆子笑着转身离开，任柳氏在后面挤得大喊大叫发狂。我这好婆母还不知道江府里的风流事早已被经过各种艺术加工传到朝堂，事情离谱到连京里的圣人都惊动了，勃然大怒，说这样伤风败俗，不配做武将，就把这事情添油加醋一番修书，命人快马加鞭送去了他儿子江宁寒那里。江宁寒在战场上收到我心，内心大乱，不顾将士劝说，连夜就要回家找娘亲对峙，和小情人在跑回来的路上差点还被敌人捅了个对，穿上一试，我把银票一沓一沓雪花般送到江宁寒手上，让他的战甲马匹粮草兵器连同伙食向来都是军中最好的，让他走在哪里都是最风光的。可是这里是我把数额惊人的钱财转身支持了他的死对头张从良小将军江宁寒，在军中要多惨有多惨，内有老娘家中丑闻，外有和情人临阵逃脱。江宁寒打胜仗都不重要了，什么加官进爵往后都不必想，他的前程已然完蛋了。放心，我只会让江宁寒比柳氏更惨，让他身败名裂，生不如死，连带他身边的穿越女，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带着众人吃吃喝喝，潇洒了半个月后，江宁寒居然回来了，他身旁跟着那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孟七七，他自诩独立女性大女主，不肯做妾，坚决不。二女是一夫，大肆宣扬男女平等，宣扬真爱无罪。江宁寒从未见过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被迷得神魂颠倒，因此早早就暗送书信给他老娘，让柳氏以婆母的身份好好敲打我，折磨我好回来后主动给他的七七挪位子。其实江宁寒本可大大方方一封休书放回家，可自我嫁入江府，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金银钱票、良田商铺跟着我的嫁妆一车一车的抬了进来。按照本朝律法，无论是合理还是休憩，女子带来的嫁妆是要全数归还的。他们舍不得我家的滔天富贵，因此逼我认下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自请下场，我不肯就害死了我。如今他们同骑一匹马出现在泸州的时间比上一世还早了3个月有余，不出意外的话，这对星号接下来会逼我自请下堂，让我嫁妆，杀我父母，夺我家产。只可惜这一世第一个意外就是他没有打上一世那场漂亮的胜仗。江宁寒这个废物打了败仗，还有脸高调走官道，听说他为了那个女人差点当了逃兵，真是不知廉耻。唉，最可怜的还是江家那媳妇勤勤恳恳侍奉婆母，拿着嫁妆养着上下几十口人的江家，守了3年活寡，夫君不成器就算了，他一回来就带个狐狸精。不同于上一世的军功赫赫，这一次沿路百姓对他指指点点，鄙夷万分。此时江慕寒佝偻着身子，如芒在背，他阴沉着脸，大概从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狼狈。而孟七七则抿着嘴扬着头，不服气的窝在江慕寒怀里，看着人高马大的，还是个武将，谁能想到居然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谁说不是呢？打仗还不忘带个女人在身边，真丢人，跟他老娘一个德行。两人被一路指指点点，随着众人的议论，脸越来越黑。你们这些愚昧的人，我和韩哥才是真爱。王月如不过是封建包办婚姻，韩哥也是受害者。孟琪琪终于忍不住了，高叫了起来。孟琪琪仗着自己貌美，以为是人，会歌颂她的无畏和勇敢，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天降臭鸡蛋砸了正黄澄澄的臭蛋，汤子糊了，他一脸散发着恶心的味道。哦，是谁？他话没说完，一堆腐烂的菜叶子飞了过来，扬了他和江凌寒一身星号。百姓铺天盖地的臭鸡蛋烂菜砸了过来，还有人更狠，直接泼了金汁，恶臭扑鼻而来。江凌寒和孟七七恶心的差点把隔夜饭吐了出来，又惊又恼，不顾身份泼妇般叫骂了起来。古代人在路对面的翠香楼喝茶看热闹脏东西，他们活该。丫鬟翠萍见姑爷3年没见回来，就在街上和一个女人拉拉扯扯，亲亲抱抱，早就气炸了，一看被全城骂，当街泼金汁，喜不胜收。江凌寒和孟七七不知道我除了早就吃重金，让说说先生大肆宣扬柳氏见不得光的事情，更是3天2头让府里的丫鬟小厮打着夫人孝敬婆母的名义，珍宝古玩簪花丝绸山珍海味，什么贵买什么，这下子全城都知道。就算我婆母无德，丈夫无能，我也依旧孝顺又贤德。如今孟七七还没进门，就公然挑衅我这个正气百姓们，对我这种单纯善良又有钱的弱女子同情的不得了。他们听不懂什么叫封建包办，只知道这女子光天化日下何有妇之夫，贴身同乘一匹马，跋扈至极。听说你是个医女，都说什么医者仁心，你还没进江家门就望江家主母的，不是不像是个善茬。我可听说江凌寒的老娘在府里就采阴补阳，星号的很，
他自个打仗不咋地，却也不忘在外面风流。看来江家的家风使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怜的王家女儿这是进了火坑啊！众人议论纷纷，话里话外还带着对我的同情梦。林七七的脸白了又红，连连大叫，我不过是想和韩哥哥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追求真爱有什么错？告诉你们，感情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江林寒温柔搂着他的腰眼，眼中闪着光芒，大声回应他，七七你放心，其他女人不过是衣服，是物件，你才是最最不一样的那个真爱无罪。韩哥哥七妹妹两人顶着一头污秽烂菜叶子臭鸡蛋，居然沙皇本子附体一样，当街嘴对嘴啃了起来。哎呦，光天化日，伤风败俗！一个大婶赶紧捂住了小孙女的眼睛，气愤的大喊起来。我看着江慕寒和孟七七如过街老鼠，眼眸见淡，笑意上。上一世，江凌寒和孟七七公然勾肩搭背招摇过市，因有军功在身，百姓对美女英雄自带崇拜，无人在意。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妻子江凌寒逼我自请下堂不成就，联合柳氏将我扣了不行，笑的帽子囚禁在府中，接着污蔑我偷人，将我连夜打死。城里百姓不知真相，以为我生性放荡又不孝，婆母十恶不赦，因此都为我的死拍手叫好。我父母为我喊冤将，靖川就雇了一群泼皮诬陷王家贩卖私盐造假货。江临川趁机带兵进我家，点了一把火，说王家人畏罪自尽，他以女婿的名义大义灭亲，得了圣上的赞赏，加官进爵。点头就拿着王家的钱，风风光光大摆筵席，娶了孟七七，可谓是名利双收。重活一世，我当然要把我的血债，我们王家的血债连本带利讨回来。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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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角落里嗓子带头骂了一声，百姓们听到后立刻跟着喊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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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泸州，伤风败俗，星号星号星号。阿福雇了一群小厮敲锣打劫拍起哄，一时间满大街都是震天的叫骂声。你们这些贱民！孟启七抹了把头上的污秽，气的面目狰狞。娃娃将军，把你们全都砍头！我们犯了什么罪？你想杀就杀，这天下还有没有王法了？百姓本就对江凌寒打了败仗，杀鱼儿归心有埋怨，现在看到这个骄纵的女子如此张狂，更是怒火中烧，就是还有没有王法了？众人纷纷附和，群情激愤。江凌寒一看，心上人受了委屈，又想着这些日子打了败仗和不受重用，还要忍受军中将士风言风语的憋屈，脸色铁青的拔出长枪挥向了百姓。我官从五品，谁敢对我不敬？他大喝一声，下面鸦雀无声。江凌寒和孟七七得意的扬起了头，接着就被一群四面八方跑出来的壮汉围殴了起来。什么玩意？一个残兵败将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为首的男人愤怒的一拳一拳砸在江凌寒脸上，在敌人面前废物不堪，倒是敢拿兵器对百姓喊打喊杀，其他人连踹带打阿福过人，还不忘趁乱给孟七七几个黑心脚。哎呦哎呦，别打了！江凌寒和孟七七寡不敌众，惨叫连连。不过一刻钟，江凌寒原本英俊硬朗的脸就青一块子一块被打成了猪头，孟七七也是一脸鼻血。我看时机差不多了，装作一无所知，从人群中飞奔而出，哭着奔向江凌寒夫君，你可终于回来了。我穿过人群飞奔而来，两人鼻青脸肿的蹲在地上，满身污秽。我装作没注意江凌寒的一身伤，自顾自的哭。夫君你可算回来了，阿娘因为我不肯给他找男人到绝食呢，对我喊打喊杀，你快劝劝他。我泪眼婆娑，无助的泣不成声。众人听了我的话，惊呼传闻果然是真的有事为老不尊，荒淫至极，还破坏席。看着绝望痛苦的我，又看了看和孟七七手挽手的江凌寒，大家一瞬间都沉默了，望向江凌寒都是一副他真心好心好的表情。怎么了，夫君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姑娘是谁？我仿佛才感觉到周围的异样，眼光抬起眼眸，一脸疑惑。江凌寒鼻青脸肿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孟七七，望着周围人厌恶鄙夷的眼神，张了张嘴，最终没能说出话。不说话怎么行？他不说话，我的戏怎么往下演？我装作猜到了什么，一副受伤的表情看着江凌寒夫君，这位姑娘是你要纳妾吗？呸，你才要当妾！孟琪气像被烫脚跳了起来，我被吓了一个趔趄，且身形晃了几晃，两腿一软，捂着胸口倒了下去。翠萍从身后稳稳接住了我，心疼的大呼，小姐，你怎么这么命苦？老夫人压迫你，姑爷冷落你，还带别的女人回来气你，难不成你要抬她做平妻？我痛心疾首，泪如雨下。众人一脸痛恨的看着江凌寒这个负心汉，恨不得再打他一顿回家说。江凌寒看着周围人群情激愤，恨不得生吞活剥他，着急的去拉孟七七的手，可江凌寒越不直面回应，孟七七就越上头了，不用不好意思。寒哥，我知道你不是真心娶她的，都是他拿钱逼着你低头的，只有你这种封建的女人，人才会和别人分享丈夫。我和江凌寒秉承的是一夫一妻，识相的你就赶紧退出。孟七七瞪着大眼睛，趾高气扬的看着我，迫不及待宣誓主权。不得不说，这个穿越女很漂亮，秦守娥眉面若桃花，身形婀娜，
可惜了美貌都是拿智商换来的。他越是这样咄咄逼人，周围人就越愤怒。我看着江凌寒，认真问道，夫君，他说的是真的吗？你要为他休了我？寒哥哥你快说啊，说你只爱我，只想和我在一起。孟七七满脸期待。江凌寒没有直接回答，他心虚的别过头，他的确很爱孟七七，但他也很清楚，如果现在休了我的嫁妆和王家的钱他一分都拿不到，所以万万不能公开和我闹翻脸。可是孟琪既不知道，他看江凌寒迟迟不表态，急了，你快休了他呀。江凌寒紧紧握住孟七七的手，试图稳住他的情绪，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复，到了府里门一关，随便找个理由杀了我，就能占我家产和小情人双宿双飞。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我泪眼朦胧的看着孟七七，凄然一笑，孟姑娘，如果夫君爱你，我愿意和李子画一出。周围的人群又是一阵同情唏嘘，纷纷指责孟七七和江凌寒歹毒。江凌寒脸色铁青，紧紧握住拳头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明白如今形势对我有利，若再争执下去，他只会越发被动。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强行稳住心神看着我，语气尽量平和的说，月如七七，我们回家吧，这件事我们回去再说。江凌寒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明说只爱我一个，为什么不和他离婚？身后孟七七怒不可遏，拉扯着江明寒，当然是因为他爱我呀。泸州谁不知道江汉，反不顾危险把我从土匪窝救出来，他为了我命都可以不要。我带着痴情的感动，实则故意惹孟七七星号孟七七气坏了癫狂，大吼一巴掌打了过来，我不经意躲开，这一巴掌就准确无误落在了江凌寒脸上。江凌寒鼻青脸肿的脸瞬间肿得更高了，惨不忍睹。七七江凌寒也恼了，我认真说，如果夫君真的对孟姑娘一往情深，我愿意和离。江凌寒沉默，不知如何接话，我就是让全城人都知道是江凌寒死皮赖脸不肯放手。两人面色都不愉快，我知道我也在这场博弈中赢得了第一步。看他们着急回府的样子，我暗笑他们不会以为还和上一世一样，关了府门就能随意拿捏迫害我吗？江凌寒和我一同走进府门，一群人争先恐后上前给我端茶递水更衣暖手，丫鬟仆人各种献殷勤，恨不得把我供起来，一群人愣是多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这个3年未归的主子。江凌寒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孟七七也带着不解，他们以为我在府里各种不受待见，没想到府中下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微微一笑，夫君欢迎回家，语气温柔，却让他们感到一阵莫名寒意。江慕寒还没来得及回应，柳氏就已经被抬进了厅堂。他穿着肮脏的粗布衣，浑身恶臭，满脸泪痕，狼狈不堪，看见江凌寒后像看到了救兵，疯狂叫喊起来，母亲，你怎么了？江慕寒看到柳氏的模样，眼中闪过诧异和愤怒。我轻轻一笑，走到柳氏面前，低头看着她30个蛋，一个都没孵出来，你加上脚只有20只指头，怎么办？不如像你的好儿子借10只。柳氏大骇，疯狂挣扎起来，下一秒就被家丁挥刀剁了手，血流了一地，地上一片嫣红，夹杂着凄厉惨叫声。江凌寒和孟七七没有丝毫准备，直接被吓住了，还是江凌寒率先反应了过来，大吼着，你们干什么？阿福不紧不慢地说，老夫人与管家勾结，谋害了老爷。江少爷您查出真相后，为了给老爷报仇，剁了老夫人的手，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何时干这样的事？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江慕寒的预料，他脸色惨白，看着柳氏和府里的下人满是愤怒和惊恐，孟七七更是被吓傻了。我微笑着走到江慕寒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慕寒，她好歹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怎么这么狠心，看我睁眼胡说八道？柳氏口外偃息，咸水直淌，痛苦地喊着。江凌寒惊恐地看着我，满脸不可置信。我让人把柳氏拖了下去，随便找个大夫治治，顺便再把江凌寒剁了柳氏手的消息放出去。江凌寒这才反应过来，拼命反抗起来，要阻止我的污蔑，却直接被众家丁按在地上五花大绑起来。我尽量表现出悲伤，轻声问道，夫君，你真的要为了那个女子休了我吗？江凌寒瞪着我，脸色阴晴不定，他知道如今我疯了，江府也全都是我的人，形势对他不利喽，再敢激怒我，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他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敢直言，而是选择转移话题。月如今天在街上发生的事情是个误会，七七只是我妹妹孟771脸惊讶，看过去不敢相信江凌寒会这么说，我大笑起来，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来人啊，把孟小姐拖下去，换上下等弟子的衣服，以后府里的公桶全归她洗。孟七七大惊失色，大叫起来，凭什么就凭你不在大业国的户籍册上？我微笑，你是敌国的吧？你猜我上报朝廷，你会不会死得很惨？我声音很平静，但听到我的话，孟七七脸色瞬间惨白，她当然不是什么奸细，她不过是个穿越女而已。笑话，穿越过来怎么可能？有我国的户籍册身份，正因如此，她无法反驳，无所谓她怎么辩解，我都不在乎，
我就是故意整死她上一世。我也是在死后才知道孟七七是个异世界穿越过来的妖女。她的明知江凌寒有妻子的情况下，拿着火锅镜子肥皂讨好柳氏那些从另一个世界带过来不值钱的小玩意，哄得老太婆心花怒放，转头开始疯狂找我的，不是折磨我。这3年来，我每天对立规矩，被羞辱，被打压，离不开她的手笔。如今孟七七被安排去刷公桶，不光主人的，还有全府几十号下人的，不刷完就不给饭吃。她从一睁眼起来，就是堆成山的公桶，屎尿满桶，一车一车拉过来给她，臭气熏天，她不肯干，就真的没饭吃。她想逃，才发现到处都是我的人盯着她被囚禁了。她哭叫着，让江凌寒给她做，才发现江凌寒已经被丢进了柴房。从前他们笑道绑架我，命令我对婆母言听计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今我让他亲自伺候柳氏去尽孝，柳氏浑身生满了脓疮，就剩了一口气，吊着那张原本保养得宜的脸，如今却是丑陋不堪，整个人已疯疯癫癫。母子2人大冬天挤在柴房，饥一顿饱一顿的。才3天下来，江凌寒就崩溃了，他怨柳氏不检点，毁了他的前程，也怨柳氏连累他受苦心生恨意，抢了柴房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居然将自己亲生母亲活活冻死了。你这个毒妇！江凌寒半路拦住我，找我算账，他刚一开口，我就一巴掌过去打掉他2颗牙。小姐，你怎么能这样？翠萍看着姑爷吐出一口血，大惊失色，下次让阿福上就行了。你手多娇嫩，打在姑爷嘴上多硌得慌多疼。江凌寒闻言又呕出一口血，没事，夫君就喜欢挨揍，我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琴瑟和鸣，我抬起脚，江凌寒条件反射的往后躲，我对着江凌寒就是一通踹，清晰听到了他那股断裂的声音，看着他惊恐的眼神，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我知道这一刻他已经彻底怕了我。孟七七从刚才就在角落里远远看着他，看到我过来，赶紧躲避，不敢与我直视。我冷笑一声，这才哪到哪。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带着下人们吃香的喝辣的山珍海味绫罗绸缎，打着江凌寒的名号大肆采买，还有孟琪期带过来的火锅烧烤炸鸡，一天3顿饭换着来才几天，众人就吃得上火，连我嘴角都起了泡气的，我把孟七七又揍了一顿。江凌寒和孟772个人忍饥挨饿，还要3天2头挨揍，苦不堪言。连江府的狗都过得比他们好，可外界都以为江凌寒和孟七七铺张奢侈无法无天，百姓各种替我这个院众主母抱不平，我一边让他们背着骂名，一边变本加厉折磨这样人，他们虽然惨，却都默契的死，也不肯提休妻之事。毕竟他们舍不得我的嫁妆和私产，每天都在盼着我死呢。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身体却莫名其妙越来越差，仿佛真的如他们所愿。就算仆人精心照料，可我还是越来越虚弱，直到有一天吐血晕过去，一病不起，江府瞬间慌了，仆人们为我请了大夫和各路名医，我父母更是不惜重金，几百年地老山参各种补品丹药柳水一般送过来，大夫看过后让准备后事，府里一片哭嚎，有人悲痛，自然有人欢喜，王月如终于快死了，好好看清谁才是你们的主子。江凌寒把下人们召集在一起，得意的叫着，我们还未离，他死了，钱全都是我的，江府也是我的，你们这群狗奴才识相的就赶紧跪下求我饶命。他言语中的兴奋压都压不住韩哥哥。孟七七娇笑着投入他的怀抱，七七妹妹。江凌寒深情回报，两人一副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表情。孟七七更是迫不及待的把我身上的珠花首饰摘下来往自己怀里揣头上戴，他们终于要死了，不枉我每天往这星号餐室里下毒。孟琪琪眨着眼睛满脸开心，还是七七有本事，凭着高超的医术弄死他，连最出色的大夫都查不出原因。江凌寒夸奖着，那当然了，我可是某某医科大学的学生用的西药，哪里是你们这里的破中医能比的。孟七七满是得意，要不是为了那点破钱，我们也不用忍这么久，说到底还是他太贱，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早早自请下堂，留下钱财成全我们不就好了。孟七七说的理直气壮，他们商量着再送我一程，今天办葬礼，明天就能办2人婚礼，可毒药刚端出来，一把刀就架在了孟七七头上。接着江凌寒和孟七七就惊恐的看见我这个昏迷的将死之人缓缓坐了起来。江大人毒杀发妻，真是好狠毒啊！人群中走出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穿着甲胄，冷笑着，那人正是江凌寒曾经的死对头，如今的上级，刚因为打胜仗封了侯的张家军首领张从良正3品大将军。我没有。江慕寒看清来人，面对带兵为辅的大将军，瞬间就萎了。这只是补品。孟七七脖子上架着一把刀，吓得腿都软了，浑身颤抖。既然是补品，劳烦孟小姐喝了吧。好，补身子。我倚着床位轻笑着，面色红润，没有一丝病态。孟七七惊恐的变了脸色，不等他反抗，张从良将军就命人掰开他的脸，把1碗汤药灌了下去。七七江凌寒惊叫，
声音还未消散，就见孟七七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孟七七惨叫着抽搐着，表情狰狞痛苦，很快声音就弱了下去，身上浮起了一片一片难看的红色斑痕，口鼻冒血。原来他竟想让我死的这般难看，救我救我！他一边抽搐一边求助的拽江林涵，不是不要吗？我笑嘻嘻看着江林涵，看得他毛骨悚然，早就知道了你没有吃那餐屎，怎么可能？江林涵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接着他身形晃晃，突然腹部剧痛倒了下去。他们做牛做马，忍辱负重，就是为了给我下毒，一举除掉我，占有我的家产。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阴谋早已被我洞悉。在这段时间里，我暗中让下人换掉了餐食，把那些药剂量减半，又放回了江林涵和孟七七的餐食里。中毒的一直都是他们自己，只不过慢性毒药剂量小，再加上他们饥寒交迫，身体本就要死不活，因此根本没有发现异样。大将军，快把这个毒妇抓起来！江林涵腹痛难忍，跪倒在张从良面前求救。张大将军淡淡一笑，走到他面前，轻轻地说：什么毒妇？毒妇不是在地上躺着吗？江林涵看着地上不知死活的孟七七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人崩溃了。接着就听见张大将军说：我带朝廷旨意而来。江林涵，你败坏风气，不遵礼法，领兵无能，治家无方，夺你官位，收回俸禄，贬为庶人，永远不得从军入仕。话音刚落，张从良身后的一群士兵立刻冲了出来，将江林涵架着往府外拖。那他呢？王月如这个星号呢？他是我内人，江府的惩罚他也得承担。江林涵一脸狼狈和不可置信，依旧不忘拉上我这个垫背的圣上，一下只让王姑娘休夫了。张从良语气冷淡，目光如炬，王姑娘心系国家，为我们张家军捐赠黄金万两，让军中还有一战有马，一举夺回边境10几座城池，挽救无数百姓免遭苦难。他不仅是出色的商人，女中豪杰，更是大业的恩人。朝廷感谢他，特赐他修复江府的财产也全数属于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王月如，你这个星号，我在军中受苦，你却把钱都给了这个姓张的话，你们是不是有私情？江林涵不敢相信的大吼着，整个人怒火中烧，下一秒就被张家军一棍子敲在后。对，你这嘴太歹毒，女子轻欲起，是你随口就能毁的。张从良抄起一把尖刀，揪出江林涵的舌头，起根剪断。江林涵痛得哇哇大叫，被官兵像破麻袋一样扔了出去。饶了我吧！孟七七突然醒来了，她哭叫着，我不想跟这个星号受一辈子罪。我明明是女主角，我明明该做将军，夫人受万人敬仰，我拿的是团宠的剧本才对啊。她一边扭动肢体，一边胡言乱语着，众人一脸迷茫，我却听得明白，她说的就是她上一世的人生轨迹。上一世，她和江林涵害死我之后，拿着我们王家的钱做本金，凭着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做起了生意，在我这个时代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人人艳羡的将军夫人。孟掌柜风光无限，倒是像他说的什么团宠剧本，只可惜这一世我又狠又毒，你们不是真爱吗？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吗？我笑眯眯地说，所以我成全你们，在你们喝下的药里面加了一味鸳鸯散，只有彼此的血才是解药哦。孟七七惊恐地瞪着我，你们要是分开，可是会死的，所以一定要白头到老呀。我祝福他们，不可能，怎么会有那种药梦？七七摇着头，却突然觉得百爪挠心，从骨头缝里都开始像被蚂蚁咬疼的他遍地打滚，生不如死。他踉踉跄跄冲出去，看见江林涵不顾一切把他嘴角的血吃进去，立刻觉得痛苦有所缓解。刚要松一口气，却见江林涵也痛苦难耐的嘶吼了起来，没有舌头的嘴巴发出可怕的声音，来不及反应，孟七七就被咬住胳膊呀，疼疼！孟七七惊恐大叫，却怎么都挣不脱，我不玩了，放开我！呜，古代太可怕了，我要回家！孟七七凄厉的叫着，江林涵却像没听到一样吸着他的血，露出满足的笑。等江林涵回过神，孟七七已经剩了半条命了，真是一对怨偶。我鼓掌，江林涵被贬为庶人，满城都知道他们毒害发妻，最终落了这样的下场，因此无人同情。两人背负着星号的骂名，从江府滚出来。他们在毒药的作用下，早已没有了之前的爱慕，只有痛苦和恐惧，时时刻刻都怕对方把自己吸干血，又怕对方死在自己前面，让自己没了解药。贫穷困苦让他们互相怨恨，每日都活在悔恨与恐惧里，直到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江林涵偷偷来找我求解药，他说不了话，跌跌撞撞的走过来，拿着一张破布条，上面写着，求你看在我是你救命恩人的份上，给我解药。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透露出极度的渴望和恐惧，他的脖子胳膊腿上都是牙印，解药只有一份。我微笑着，江林涵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断指着自己，示意我把解药给他，可你喝了解药，孟七七就只能死了。我疑惑的问他，你不是最爱他了吗？江林涵疯狂摇头，
呜呜啦啦的叫着我懂了，他爱孟七七，但更爱自己的命。我笑着把解药给了他。当晚城东的破庙里起了一把火，据说烧死了一个乞丐，只有我知道死的是孟七七。大火吞噬了孟七七的躯壳，就像上一世他纵火烧死我的父母。我在破庙里寻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江凌寒，他全身毒发溃烂，疼得冷汗淋漓，对着孟七七焦黑的躯体发呆。他不知道自己求解药的那天，孟七七也找了我。我告诉孟七七，若江凌寒愿意把解药让给他，我就让他们都活下去。孟七七赌输了，他失望透顶，去抢唯一那份解药，被江凌寒纵火烧死。江凌寒以为自己得救了，却没想到再一次赌。可孟七七已经成了一具焦尸，一滴血都没有了，江凌寒只能痛苦的等死。江凌寒悲痛欲绝，他绝望的看着我，满脸都写着为什么。我淡淡一笑道，解药只有一份，但解的是毒。望着他震惊的眼神，我嘴角微扬，夫君，岭南的土匪我抓住了，你猜他们是怎么说的？你的救命针我真是无以为报呢。随着我的话语，江凌寒脸色一点一点灰败下去，他倒在地上，生不如死，只有无尽绝望。孟七七成了焦灰，江凌寒死在了大业37年。我拒绝了张从良小将军的示好，和父母一起去了京城。我一生没有再婚，所有精力都用于巩固家族产业，拓展生意，捐善款，修学堂，不仅赢得了财富，更在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商贾之道，我渐行渐远，而作为一名女子，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敬仰。我在泸州城里的名声大噪，人们议论着我，敬畏着我，也有人同情我，说我命途多舛，遭遇如此背叛，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这场游戏的胜利。